韓國股市到底有多瘋？2026年到現在，已經全市場熔斷高達7次，背後可能不只是利空，而是2家公司佔大盤52%，再疊上個股2倍槓桿 ETF。最新的監管規定能壓住下一次熔斷嗎？我是瑞，陪你一起整理美股、加密貨幣與 AI 產業的重要資訊。本頻道僅分享個人感想，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。韓股為什麼動不動就跌到熔斷？一般看到韓國綜合股價指數，會把它當成韓國整體經濟的溫度計。但我認為現在的韓股指數已經不只是韓國經濟的縮影，更像一個由三星電子、SK 海力士等記憶體股主導的高波動性指數。到7月15號，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合計占韓股市值約 52%。說直接點，就是韓股每100元的市值裡，有52元集中在這2家公司，其餘數百家公司才占剩下的 48%。所以其他韓國企業沒有重大消息，只要2大權重股同步下跌，整個指數很可能被往下拖。反過來，2家公司同步上漲，也可能快速推高指數。市場上不只有現股，還有融資個股2倍槓桿 ETF、反向 ETF 追蹤半導體股票的衍生性商品。韓國在5月27號推出單一股票槓桿商品後，槓桿商品的規模交易量快速增加，所以在市場上同一個方向的行情，可能同時受到現股、融資資金以及槓桿商品避險，還有再平衡交易共同推動，但不代表因為槓桿商品一定會造成大跌。它比較像市場波動的放大器，市場本來就有方向時，這類程式化交易可能讓短線波動變得更明顯。所以個股2倍槓桿 ETF 為什麼會放大漲跌？因為它追求的是每天漲跌幅的2倍。不是長期報酬永遠都是2倍。舉例來說 ，ETF 淨值是100元，為了做到每天2倍的效果，它通常需要維持約200元的市場曝險。如果標的股票上漲 10%，ETF 理論上會上漲約 20%， 淨值變成120元。為了維持2倍的曝險，目標部位也要提高到約240元，可能需要加碼。反過來，如果標的股票下跌 10%，ETF 理論上會下跌約 20%， 淨值降到80元。此時目標曝險會降低到約160元，可能需要減碼。實際操作時 ，ETF 不一定會直接買賣股票，也可能用期貨、交換契約這類工具來調整部位。重點是，這類 ETF 每天都會重新調整部位。通常有上漲後加碼、下跌後減碼的順勢特性，也可能會增加尾盤或隔日開盤前後的交易壓力。韓國監管機構已經發出警告，韓國央行與金融監管機構已經警告，單一股票槓桿 ETF 可能會加劇資金集中、單邊交易與市場波動。但監管機構沒有把每一次的大跌或熔斷全部歸給槓桿 ETF。我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項商品，而是權重集中、散戶槓桿，還有程式交易同時疊加。如果3個條件同時都出現，市場會更容易產生劇烈的波動。韓股最危險的下跌循環，接下來這個路徑是根據市場這幾次情況做出的推論。三星電子或 SK 海力士出現利空，股價下跌。韓股被權重股拖累，槓桿部位開始減碼，外資與程式交易可能擴大賣出，最後讓指數跌幅繼續增加。這些交易不一定按照固定順序發生，也不一定每次都會出現。但如果同方向的賣壓在短時間內重疊，指數跌得又深又快，就可能觸發邊車，甚至全市場熔斷。但這只是一條可能的風險傳導路徑，也不是每次大跌都是槓桿 ETF 造成的。光是2026年的前7個多月，
就佔了歷史累積次數的一半以上。所以邊車是什麼呢？邊車和全市場熔斷不是同一件事。韓股200的期貨漲跌超過 5%， 維持1分鐘，就可能觸發邊車，暫停特定方向的程式交易5分鐘。上漲時暫時停止買單，下跌時暫時停止賣單。那最近經常發生的熔斷，只有在大跌的時候才會發生。只有在韓股綜合指數下跌超過 8%， 維持1分鐘的時候，就會全市場暫停交易20分鐘。讓市場暫停一下子，冷靜冷靜。到7月21號，韓股200的期貨已經觸發39次邊車，其中買入邊車19次，賣出邊車20次，買賣次數幾乎各半，所以不止下跌很快，上漲也非常劇烈。到7月13號，韓國股市今年已經觸發7次熔斷，歷史累計也只有13次。換句話說，光是2026年短短半年多，觸發次數就佔歷史累積的一半以上了。韓國監管機構為什麼突然踩剎車？16檔個股2倍槓桿商品的總市值，從5月27號的 4.4 兆韓元，到7月15號增加到11兆韓元。同一時間，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佔韓股指數的合計權重提高至 52%， 不到2個月，16檔個股2倍槓桿商品的規模增加 2.7 倍，兩大權重股也從2025年底的 34% 升到 52%。7月16號，監管決定立即降溫，韓國金融委員會宣布，在市場恢復穩定以前，暫停新的單一股票相關商品上市，並立即停止已上市單一股票槓桿商品的廣告與促銷。但是現有商品沒有被強制下市，仍然可以交易，所以沒有全面禁止。我的看法是，監管機構先從供給與行銷端降溫，避免更多新商品活動促銷繼續刺激短線需求。接下來監管門檻預計分階段提高。8月5號之後，賬戶必須維持的基本保證金從預計的1000萬提升至3000萬韓元，差不多從7000美元提升至2萬美元。8月19號後，預計只認列現金，不再把股票、債券或一般 ETF 折算成保證金。11月起，預計韓國上市單一股票槓桿商品的最低交易單位暫定1單位提升至20單位，也會增加投資前的教育時間。券商也會在投資人虧損一定程度後，或持有時間過長，主動推撥槓桿損耗風險。另外，適用所有 ETF 和 ENT 的價格偏離管理也會收緊。韓國國內流動性提供者的管理標準將從 3% 收緊到 2%。讓市場價格不要長時間偏離商品實際淨值。同一套槓桿，牛熊完全相反。當市場相信 AI、HBM、DRAM 持續向上時，權重集中與槓桿資金可能推動韓股漲得更快。但市場開始懷疑 AI 資本支出能不能回收，記憶體價格是不是接近高點，破產會不會造成供給過剩，財報不如預期等利空消息。同一套槓桿機制也可能反過來放大跌勢。從市場結構來看，產業基本面決定資金為什麼開始買進或賣出，權重集中與槓桿結構就可能影響短時間內漲跌的速度與幅度。當然，實際走勢還是會受到資金流向、政策流動性，還有市場情緒等多重因素共同影響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現在的韓股已經越來越像高波動的記憶體槓桿市場。可以確定的是，三星電子與 SK 海力士合計佔韓股綜合指數約 52%， 單一股票槓桿商品快速擴張。2026年邊車與全市場熔斷的觸發次數也明顯偏高，監管機構甚至開始提高個股2倍槓桿的交易門檻。所以，就算看對 AI 或記憶體的長期方向，也不代表一定承受得住短期波動。只要權重集中，槓桿再平衡，程式交易
同時作用，行情的漲跌速度與幅度都可能進一步被放大。一旦再加上槓桿，風險也會同步上升。資訊很多，市場變化更快，但你不需要一個人摸索。按讚訂閱我，陪你一起看懂趨勢，避開陷阱，少走彎路。